肖战避开刘亦菲去找杨紫，上场后关注着两人的一举一动。他们想牵手吗？真的没拼，余生夫妻真圆满。这波同框真是意想不到的 CP 售后，一整个梦境回来了。那年的大眼子之夜，余生夫妇的眼睛里全是眼镜，不仅有红毯仙裙和合影，撒花两大名场面，还分别斩获微博王和微博女王，连续2届获奖。但剧情再美，终究是神剧。毕竟当时的两个人是要去宣传节目的，所以聚在一起，难免会有更亲密的互动。不过如今这部剧已经结束1年了，两位主演也纷纷澄清单身。许久未发新堂的余生夫妇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人遗忘。不过肖战和杨紫确实有一种引力。大眼少年之夜，众多 CP 都是他嫁给他单身，他嫁给他单身的胡杨叔夫妇、胡歌杨幂，还有忍不住的。大家都是 B 的时候，余生夫妇吃糖了。当主持人发表致辞并请嘉宾上台时，战哥和紫梅并没有坐在一起，而是刘亦菲坐在了他的身边。战哥最先被主持人提示，而战哥也在同一时间下意识地看向了某个地方。其他人都在台上，只有战哥不动，一直待在台上，直到杨紫也被提名。缓步走向舞台，战哥开始加快了上台的步伐。原来这道故作冷漠的目光锁定了紫梅所在的位置，整理好自己的衣服，控制好自己的速度，终于如愿以偿对上了姊妹那双满眼的眸子。战哥的小心思成功了，那一口大白牙还真是挡不住他。花朵互相让开后，两人来到了台上。注意2只手，紫梅抬手，战哥立刻伸出手来。他们想牵手吗？整个和爱聊天的过程真是太精彩了。合影留念，烟花从天而降，两人重演了上次大眼子之夜的名场面。他看着他，他也看着他。紫梅不知道偷偷跟展哥说了什么，展哥又露出了整齐洁白的牙齿。你身边有不会用嘴说话的朋友吗？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是看得出来，两人是真的很幸福。环节结束，战哥对紫美说了句走吧，紫美也扭头看向战哥的方向，走吧。紫梅的肢体动作让他不自觉地想要和战哥一起走下舞台。边走边聊，和紫美一起排队的战哥激动的眼睛都亮了。这一刻，时空仿佛重叠，余生夫妇仿佛从未改变，他们的世界只有彼此。不管别人怎么说，这就是余生粉丝心目中的微博之王、微博女王。哪怕刘亦菲这个晚会女主角，亿万少年的梦想站在战哥面前，战哥依然面不改色，心跳提醒起了作用。如果能为自己演过的角色开个博客，战哥选择的不是那个需要人气的微博角色，而是2019年与紫美合拍的顾薇。02肖战经典作品即将登陆泰国，国内顶固。据悉，肖战将于4月出演泰国电视剧，成为主角之一。这是他继续为国争光的又一重大举措。此次，肖战、吴宣仪主演的经典《斗罗大陆》再次出海。在泰国，他于4月播出，但这不是第一次。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完美的形象，肖战受到了全球观众的喜爱，而此次能够再次出海更是令人期待。据悉，在电视剧中，肖战饰演一个外表单纯但内心强大、追求自我和幸福生活的男孩，这也让不少粉丝非常期待。肖战所属经纪实体公司表示，肖战将继续搭建中泰文化交流的桥梁，用精彩的表演传递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让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中国，惊叹中国。从粉丝们的反应来看，大家都表示肖战的作品值得期待，也期待肖战的未来继续为国争光，继续带着经典出国。C 工作与梦想，创造属于自己的骄傲时刻。现在到处都是肖战的喜讯。代言业务、舞台盛典、新剧待播等喜讯频传，时常让人摸不着头脑。值得期待的是，在《斗罗大陆》泰国开播前的宣传活动中，肖战很可能会亲临当地参与节目宣传活动。届时，粉丝们将可以近距离观察偶像的头像推荐官，并与他合影留念。至于他是否会到场，目前还没有消息，只能说值得期待。看完这部由他主演的中国文化名著，让我们一起期待肖战的精彩表演，给我们带来惊喜吧。03
莲花楼、程毅、曾舜晞两位男神闯荡江湖更好玩，宿敌变朋友，组队破案。在当下的影视市场上，古装探案题材的剧很多，但大多都是以男女主联合侦查的名义谈恋爱。这次推荐程毅的新剧《荷花楼》，主要是和曾舜晞、陈都灵、萧舜尧等演员合作。与传统侦探不同，该剧采用男性视角的友情线。该剧改编自藤平的小说《吉祥联防》，讲述了武侠界赫赫有名的四足高手李相夷、程毅是在一战后身负重伤，回到新郊后方兵曾舜晞氏的故事，和宿敌狄飞升、萧舜尧氏在江湖故事中重新纠缠在一起。主要故事讲述李相夷、方多兵、狄飞升踏上江湖后，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携手破案。期间，李相夷和狄飞升化解了恩怨。虽然是古装侦探题材，但整部剧并没有很压抑和紧迫的气氛。三人在查案途中的斗殴打斗为整部剧增添了趣味，这正是市场缺乏但又喜爱的类型。吸引人的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莲花楼确实紧凑，略显轻松。压轴特辑中，程毅饰演的李相夷牵着一只田园犬，左顾右盼，一脸无奈。曾舜晞饰演的方多兵和萧舜尧饰演的狄飞升为了一块肉而大打出手，拳脚并用之后，他气呼呼地扭过头去，不理会对方。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现场的气氛确实非常热闹。但是，作为一个有着破碎感的男主程毅，他之前出演的角色大多都是虐心虐肉的角色，我有点担心这部剧中宋轶的爱情生活。有一幕是这样的，陈都灵饰演的李相夷和乔婉瑜默默地看着对方，却说了很多，眼里含着泪水，不肯上前半步。我已经在脑海中构建了这对虐待狂的情感线。这部剧的演员虽然都是青年演员，但是都有着优秀的作品，演技在线。相信这部剧会非常精彩，期待早日播出。想了解更多，就来关注无影堂堂君吧。04你好星期六，孟子义又傻又美，胡一天被魏大勋累成反派。命运有时候是公平的，比如不会让所有人得到同样的东西，不会让一个人占据优势。就像在荧幕上一样，肌肤白皙，眉眼如画，笑容迷人，一双漂亮的眼睛正期待着美人孟子义。她与大脑进行交流。她是《陈情令》中保护姐夫的疯子。《射雕英雄传》中，身世凄惨、爱情坎坷的孤女，只因爱错人，为此付出一生，但她始终坚守底线。她是燕云台中的痴情女子，一心追求丈夫，为爱痴狂，却情有独钟，却得不到回报，从未得到名媛李斯丈夫的爱。她也是说英雄就是英雄中的名媛，江湖纷争中饱经风霜的狂美人雷纯。花琉璃传说中，前面是被风吹倒的病美人，后面是武功高强的虎女阿琉璃，华家小姑娘，心脏遍布她的全身。明明长着一张心机脸，却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内心的小事。本该是高冷美女，却因为有妈妈认证，说话不假思索，荒唐可笑，被经理投诉，言行与公司无关，她感到无限的喜悦。一向比自己脑子灵敏的孟子，经历了网络暴力攻击和人人喊打的黑暗时期，坚强地等待着被真正理解后的重生。真理是孟子最大的闪光点，傻就傻吧，毕竟颜值是有支撑的。想看萌姐有多可爱，就一定要看《你好星期六》的好刘姐，毕竟萌姐来了，贡献了超载的智商。所以孟子虽然全程疯狂拖泥带水，让秦霄贤一次次崩溃，试图以可爱过关，但看得出来他确实已经尽力了。本该痛痛快快的秦霄贤，竟然被这么傻萌萌的萌姐萌到不行。而且从秦霄贤以往的表现来看，如果不是孟子义的出现，恐怕还是秦霄贤在拖后腿。一时之间，他不知道秦霄贤到底该不该感谢孟子义。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样拖泥带水，害得胡一天吃尽苦头的魏大勋，真的不值得同情。和秦霄贤的情况类似，被魏大勋虐待的胡一天，一开始因为魏大勋的贪心从四组中脱颖而出，成为反派，遭到其他队员的残酷围攻，情况实在是太可怜了。本期你好星期六是在第6街举办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派对。
何炅带领新归来的王鹤棣、呆萌的新哥哥丁程鑫、一向出圈的秦霄贤，还有元气满满的新人主持人吴泽林，联手请来了众多嘉宾。携新片这么多年而来的张新成、孙熙，凭借热播剧《花》流离异世而来的孟子，可能是胡一天和魏大勋这对冤枉兄弟走到了一起。六街的所有人齐聚一堂，难免会引起一场纷争。通过激烈的游戏对决，赢取其他队伍手中的游戏币，最后拥有最多游戏币的人将成为最后的赢家。分成两组后，王鹤棣与丁程鑫、孙茜与张新成、胡一天与魏大勋、孟子义与秦霄贤被分为4组，他们的任务是争夺金币。派对开始后，为了获得金币，进入金币房，先进去的选择多，后进去的选择少，甚至没有，全看前面人的良心了，尤其是第一个。可刚一分组，反对的声音就传来了。秦霄贤对和孟子义同组很不满，大喊我不要。孟子义也不甘示弱，回应秦霄贤，他还是不愿意跟他玩，甚至觉得2个人必须一起输，因为秦霄贤每一局都输。当然，最后2人的反对也无济于事。因拍摄《爱的大本营》缺席多集的王鹤棣终于收官归来。在《你好星期六》中，他和秦霄贤是出了名的卧龙套凤，2个人都不是很聪明。只不过这对空心兄弟在这一期没能相互配合，而是各自组团。或许节目组已经意识到2个没有心的人在一起对彼此不公平，因此王鹤棣的比赛黑洞属性被丁程鑫的速度快所弥补，双敌滴滴组合取得了喜人的成绩。然而秦霄贤迟钝的性格遇上纯美人孟子怡，开局就注定了秦霄贤只能受伤。魏大勋一出场就惹众怒，他第一个进去拿金币。在这场良心游戏中，他贪婪地带领胡一天突袭，结果魏大勋被围攻，无辜的胡一天也遭殃。只是孙熙和张新成这组打得稳扎稳打，不断撒糖，营造出全场含糖量最高的甜蜜氛围。王鹤棣和丁程鑫的超强攻击力确实在一开始就带动了整场比赛的紧张气氛。然而魏大勋和胡一天这对冤家兄弟却成了众人攻击的对象，让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下来。游戏黑洞孟子义和秦霄贤明明很认真很努力，却把笑话进行到底。张新成和孙茜之间的甜蜜完全冲淡了比赛中残酷的感情。第一场比赛，4个小组的成员都穿着雨衣，按照小组的说法，坐在一个巨大的水球下，旁边是一个有3道红线的装置。4组成员需要通过抽线、接龙等方式决出胜负，胜者可以选择对哪一组进行处罚。惩罚是切断其中一根红线，如果剪对了，水球上布满针尖的木板就会掉落，水球就会爆裂，把水浇在队员身上。因为魏大勋和胡一天拿的金币最多，所以其他3组也很默契，选择了他们2个作为惩罚对象。甚至为了让他们受到惩罚，王鹤棣、丁程鑫、秦霄贤3人脱掉了雨衣，换取了再惩罚他们一次的机会。比赛中，孟子义和秦霄贤是最难对付的，因为一旦失误就会被嘲笑。2人一个档次，一个敢说，一个敢信。回忆起电影《美人鱼》的台词，孟子义倒是有些印象，但印象不多，所以他说从巴黎到法国这么离谱的回答，关键是秦霄贤信了。他虽然和王鹤棣没什么关系，但听了2人自信满满的回答后，他还是忍不住了，于是向他们的灵魂发问：巴黎不也和法国一样吗？秦霄贤反应过来后，瞪了孟子怡一眼，眼睛却瞪大了，攥紧拳头捂着嘴，故作无辜，可爱过关。因为胜负难，孟子义和秦霄贤本该珍惜这个机会剪断的，可是秦霄贤正和众人议论的时候，还没反应过来，就没有人理会默默走过的孟子义，直接剪线就行了。主持人没说什么，线断了，水球没有被扎破，魏大勋和胡一天逃过一劫。但是秦霄贤却崩溃了，就连何炅都表示，如果相机不够智能，可能拍不到孟子义剪线的过程。见秦霄贤崩溃，孟子义淡定地向他解释说，自己要给魏大勋和胡一天一个措手不及。秦霄贤无奈地对孟子义道：“你现在倒是让我措手不及。”反应能力测试中，王鹤棣、丁程鑫对阵孟子义、秦霄贤。